注意看，此时裁判已经叫停了比赛，老外却不讲武德，偷袭中国选手，东北小伙彻底被激怒，眼神突变，绝对不让对手站着走下擂台。比赛结束，直接轰你！这个被偷袭的小伙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东北的小伙子刘策，他是目前我们中国拳坛大重量级别的最强猛男，身高1.94米，臂展1.91米，曾获得过辽宁省散打锦标赛的冠军以及世界武术冠军。他不仅有着碎山裂石的重拳，更有着摧金断骨的腿功，平均每2场比赛就要踢断一个人的小腿，因此也被称为巨人腿王，也是我们中国首位在世界搏击擂台拿下2条金腰带的双冠王。而这一场比赛，刘策在邱建良的带领下来到了印度客场作战，来迎战印度本土选手印度拳王穆罕默德。刘策赛前也是霸气表态，这一场比赛必须要 KO 对手，扬我国威。好，我们注意看这边，刘策已经登场了，高举5星红旗，在埃及的客场。可以看到刘策的身高啊，哎呦，这个进擂台都有点费劲呐。没办法，个子太高了啊，来自我们中国辽宁的一个小伙子，这东北人啊，长得的确是身板够硬啊。好，我们再注意看，接下来出场的选手便是在印度本土啊很有知名度的穆罕默德·扎卡利亚。好，这个扎卡利亚也很年轻啊，25岁啊，但是看他的这个面相和感觉啊，我感觉他有30多岁的感觉了啊，不知道是印度人显老还是怎么着啊，总感觉呢和刘策不是一个年纪的人。因为刘策很年轻啊，刘策才23岁啊。我们来看一下，身高1.94米，对战1.81米，臂展1.91米，对战1.84米，23岁对战25岁，中国对战埃及。这一次的话是邱建良带领这个我们中国一众小将啊，来到了埃及来磨练一下。当然了啊，邱建良的话是作为压轴出场。好，比赛正式开始。开始，让人插出一头，个头还是有。所以说，你看这个刚才说1.81米的扎卡利亚已经挺高的了，而面对1.94米的这刘策呀，确实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身上的体脂呢，扎卡利亚还是比较明显的，解析度并不是很强。转身很多都很快啊！对，这一点也不像一大个儿做出来的这个技术动作。哇，重量级的选手，刚才这次转身后蹬轻灵，但是刘策在这个躲闪的时候步伐其实也是也不错快的，哎。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扎卡利亚为什么能拿到当地组织的冠军了。这么大个儿，这么大重量，转身后摆，我的天！哎，刘策这个有情绪了啊！刚刚啊，裁判叫停了比赛，但是对手的继续偷袭了刘策一拳。没办法，我们是客场作战，现场的裁判他也是一个埃及人啊，所以说呢，客场作战啊，这就是坏处，容易被针对。这就是搏击擂台，只有相对公平啊，没有绝对公平。我希望刘策一会儿报答你们埃及选手的时候啊，你也千万不要阻拦我们。好漂亮，刘策有点怒了。有点这个生气的感觉了。刘策在控制距离上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之前也是这个问题，他拥有很好的重击，对，但却不拥有很好的连击。是。人边拳，人边拳，刚才这个大发力量稍微欠一些。小心！刘策的这个转身动作稍多，还要注意自己背身的这个瞬间是很危险。那是一个空档，对。再次护颈，对手也是挺明显啊，挺明晰的。哎，这边裁判又开始来找事儿了啊！警告刘策呢，不可以搂抱对手啊，不可以孤头顶膝。这个招式在我们中国擂台是很正常的，但是到了这里竟然不可以了啊！是不是针对我们故意改的规则？我们不清楚，我们只能是硬着头皮啊，继续打了。哇，是，你看，虽然刘策拥有这个身高和臂展的绝对优势，但他并没有完全利用这个优势。是，现在好像有点这个有情绪，对，有情绪，放弃这个长处，要跟对方拼，对，再跟对方这个两个人就较劲了。在荣耀的战绩里边，刘策的并没有终结过对手。
好，观众朋友们，这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啊！这个埃及拳手呢，虽然说在第一回合表现得很凶悍，非常的猛，但是在我看来啊，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三板斧类型选手。比赛刚一开始便猛打猛冲，倾泻而出，但是接下来2、3回合我都要看一看他的体能这一块怎么办。第一回合最起码打掉了他60%到70%的体能，接下来估计他呀也只有被动挨揍的份儿。哎。台下的埃及观众还在乐呢，你呲个大牙，一会儿啊就让你哭。好，现在第2回合的比赛正式开始。刘策明显有一些兴奋起来了，先左手摆拳，正蹬控制一下距离。这回合扎卡利亚可能是要调整这个动作其实还是很好的。对，这次来到这个埃及，我们看当地选手对这种抡摆拳的这种造诣啊，对，就像童晓老师说的，很热衷。哎呦，干到了，在2个人瞬间换拳的瞬间，是击中了。刘策这一拳其实看起来啊，当然那么大的个头啊，但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重。就是我们看埃及选手已经快站不起来了，但裁判呢还要给机会。哎呦，这个已经找不到北了呀！结束了啊！裁判还想给机会，但是实在没办法了，他们的埃及冠军呢是真的站不起来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刘策是怎么做到的。好，先是一个大力的中扫，把对方压到角落。双方的换拳，刘策偏头躲过，后手迎击命中对手。在倒地瞬间呢，还按了对方一把啊，倒也不是按对方一把吧，也就是帮对方呢躺得更舒服一点。恭喜刘策客场作战拿下胜利，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下期视频再见。试问中国拳坛谁才是大重量级别的最强猛男？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他的名字刘策。作为一个黄种人，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体素质和极其霸道的拳腿功夫，这也让他在高手如云的国际擂台百战百胜。曾在一个晚上踢断3个外国猛男的小腿，也曾一拳打飞日本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成就都是在日本东京的擂台完成，一声声怒吼响彻日本东京，也惊呆了在座的所有老外，因为他们不敢相信中国人竟然能够在重量级别拳坛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伊朗的拳王卡利米安便是如此，他向刘策发起了挑战，在比赛前一天的发布会现场就咄咄逼人，甚至还羞辱刘策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傻大个。结果在第2天的比赛现场，他惨被刘策一拳打断了下巴，瞬间躺尸擂台。然而这一场比赛非但没有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反而让刘策和伊朗人结下了梁子。好，我们注意看眼前的萨塔里，没错，他便是来自伊朗的一个自由搏击高手。33岁，身高1.86米，臂展1.90米，生涯战绩22战20胜 ，KO 率54.5%。中国巨人腿王刘策，28岁，身高1.95米，臂展2.01米，体重90公斤，生涯战绩12战11胜 ，KO 率高达75%。他的师傅，他的恩师，正是他身后站着的男子，我们中国的妖刀魏睿。好，观众朋友们，双方这一场重磅级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萨塔里呢，的确是来者不善啊，他是一个绝对的小钢炮。虽然说萨塔里的身高是不如刘策的，差了10公分，但他的体重和肌肉维度这一块是不弱于刘策的啊。好，这边双方比赛开始，注意看红方选手红色拳道是刘策，蓝色拳道萨塔里。这是刘策第2次来迎战伊朗人了。刚开局，刘策用自己所擅长的腿法不断去尝试开路。别看刘策的身高这么高啊，感觉整个人呢是不稳的，但实际上刘策的步伐呀非常的灵快，和他的身形啊是完全不符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他的步伐，身高比这个萨塔里还要好很多。连续的拳腿组合连击让萨塔里是防不胜防啊，因为他不知道刘策下一招会出什么。他既擅长拳法也擅长腿法，
要说最厉害的还是要腿法，因为上一次的话是一晚上啊，您听好了，是一个晚上不到1个小时啊，踢断了3个老外的小腿。这是刘策在国际擂台真正成名的一战。刘策的腿法呢，既有低扫、中扫、高扫都能踢，的确是让人啊防不胜防。哦，这一拳，刚刚这一拳并不是偷袭，因为裁判没有进入，所以说刚刚不算暂停，只能说对方太疏忽了。而刘策对比赛规则非常了解。第一回合最后的50秒钟，刘策现在是攻势如潮啊！萨塔里明显是有些吃不消了，频频被刘策压制到角落。而刘策也不着急，现在是来回的进攻，一进一退，完全不给萨塔里呢反击的机会。好，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悬念，刘策拿下了第一回合。但是啊，完完全全没有达到碾压对方的状态，只能说我们占据了优势。好，这边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继续，第二回合了，看一下刘策会不会改变战术。其实刘策的风格啊，就和他的师傅魏睿是一样的啊，以游走为主。这种游走和拉扯型的战术啊，让很多打阵地战的选手，比如说今天的萨塔里，就非常难受。他是想和刘策拼拳，但刘策不是啊，我们是打一下就走，来回的去拉扯，来回的去进攻，不打连击啊，只打单击。好，击服，打一下就退。这样萨塔里可以说呀，想反击都抓不到我们的人。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萨塔里啊，他的防守意识是非常强的。包括仔细看他身体的这个维度啊，肌肉块头非常的恐怖。其实单论力量上来说呢，的确是这帮老外啊要更强一些。但我们亚洲人以我们亚洲人的优势，我们的持久力也就是耐力啊要比他们好得多，打得越久，对我们来讲啊是有好处的。今天刘策的出腿并不多啊，可能是安排的战术让刘策少踢腿。因为现在可以说，在重磅级拳坛，每一个人都知道刘策的腿法厉害啊，赛前都会刻意去针对刘策去制定战术。干脆刘策就剑走偏锋，那我不踢腿。有的时候搏击擂台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第二回合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时间，萨塔里这边明显是有点招架不太住了，晃得比较明显。这个体能亏空非常明显啊，整个人看起来呢，萎靡不振呐。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第二回合没有任何悬念，又是刘策拿下了第二回合。几乎都是刘策单方面在追着这个萨塔里在打。
虽然说对方是来复仇的，但是目前我的确是没有在对方的身上啊看到什么我们所谓的啊复仇的这种信念，只看到他像一个沙包一样被刘策啊追着跑。好，这边双方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马上开始。红方选手巨人腿王刘策，蓝方选手啊萨塔里来自伊朗，今天他是来复仇的。因为上一场比赛刘策呢是非常无情的KO 了他的师兄，还拿走了他师兄的金腰带，让他很是不爽啊。哦，这下正蹬很重。萨塔里的话是有一定的泰拳背景的，正蹬腿呢，尤其是中线这种直踹下巴的腿法是他比较擅长的。哦，超人拳，刘策要稳住啊，不要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太飘。哎，这下不是读秒，这是对方的一个低扫破坏了刘策的重心啊，问题不大。连续的高扫，刘策已经是连续踢了4段的高扫踢了。刘策的高扫是非常猛的，即便你防住的话，你的手臂啊也很难受得了。但是如果不防的话，那更受不了了。哈哈，不防的话，那就直接被 KO 了。好，最后的40秒钟，刘策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找到一个 KO 的机会？好漂亮，前手有些晃，萨塔里又吃到一个平勾，对方现在是斗志全无啊！在这座大山的面前，他知道了自己是永远无法逾越的，在这一刻相信他比任何人都要绝望。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这场复仇大战啊！萨塔里代表他的这个师兄啊前来复仇，都是伊朗选手啊。不得不说啊，这帮伊朗选手的身材都挺好的啊，这个第一回合都挺猛，但结果越打越完蛋了。好，最终比赛结果没有任何悬念，3位裁判一致判定。那么恭喜刘策成功卫冕了他的金腰带。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呀您的收看与支持，下期视频再见。非常善于顶啊！胜利了！实在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这位对着老外脑袋连踹3脚将其 KO 的猛将名叫王玉虎，他有另外一个外号叫铁腿少侠。为了钻研腿法，每日都穿钣金铁鞋苦练腿功。他一脚的力量甚至已经超越了拳王泰森的重拳，高达1500多磅。凭借这招铁腿神功，还顺利获得了中国散打70公斤级别的冠军，也斩落了无数国际高手。就连中国的散打王刘海龙也对他刮目相看，称赞不已。而这一场比赛，他的对手便是来自于斯洛伐克的 WBC 泰拳世界冠军詹马图尔。这个家伙可以说是行走在擂台上的破坏大王，宁可杀敌1000自损800，也绝不让任何对手完好无损地走下擂台。在斯洛伐克没有对手，来到中国之后又快速崛起，拿下了3战全胜的战绩。他现在正以势不可挡之势向冠军发起冲击。如今王玉虎挡在了他的面前，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鹿死谁手。那么这场呢，也是这个男子75公斤级的这个半决赛的第一场啊。红方是王玉虎，来自这个山东这个专业队。詹马图尔的打法呢是有些这个名将安迪苏瓦的影子啊，都是以勾拳以及低扫踢的组合见长。马祖尔是那个泰拳的这个世界冠军，所以他的这个膝或者是可能对他很有威胁。是的，他的膝啊，可以说詹马图尔呢是一个力量组合，弹舌后的。他的膝可以做到多发连击，
在上一场的斯洛伐克站的比赛呢，战胜了华裔拳王陈多利。虽然说今天啊两个人是第一次交手，但是在王玉虎这块啊，我们看他呢是完全不需要任何试探，直接开打就完事儿了。而这个已经在中国取得3连胜的詹马祖尔也懵了，很明显他有点吃不太消。哎呦，吃不太消王玉虎这么凶猛的攻势。好，再次被压制龙边，他走到哪儿，王玉虎跟到哪儿。我不管你什么打法，反正就是我打我的。而且王玉虎此时此刻他只发挥了拳法，他最擅长的腿法呀还没有发挥。你就看这个王玉虎的右手的后手重拳是吧，很具有穿透力，他那个拳法很具有穿透力。因为王玉虎今年22岁，他对手是马祖尔呢，今年已经31岁。詹马祖尔呢是打的比赛当中以泰拳比赛居多，这个时候王玉虎还要考虑的就是会不会这个詹马祖尔这个发出来这个后劲儿，如果说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后劲儿出来，自己也要小心。看马祖尔一贴身，马上就膝就上来了。实际上，他现在这种贴身是一种消极的防守，不是主动的这种进攻的方式和态势。现在给人打懵了，这只有靠这种搂抱之后，还有袭击、有动作，在某种程度这是一种消极防守。好，因为詹马祖尔的消极防守，现场裁判的铁面无私给到了一张黄牌。这就是因为马祖尔啊，他不停的搂抱我们啊，裁判也看不下去了。要知道，一张黄牌啊，观众朋友们要扣除20%的出场费。也就是说，他的出场费如果是10个 W， 直接扣掉2个。我所担心的是，现在这个红方选手这王玉虎的体能的分配，他毕竟是第一次打昆仑决，打这个每局3分钟要打3个回合。是的，他打锦标赛虽然是这个是得分制，但是那个2局可以说，我知道前2局我赢了，第3局就不用打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呢，擅长泰拳的詹马祖尔呢，如果说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有的这种后发力的这种情况，对于王玉虎呢也是不利的。对，王玉虎调整好自己体力很重要。好，这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王玉虎的表现的确是很猛。作为一只拦路虎啊，他的确是很有效的，也是非常克制了詹马祖尔。但是有一点就是王玉虎的进攻太猛了，我们不得不担心啊，接下来的比赛他体能上会不会出现问题？这里的话，我们先画一个问号，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表现。好，第2局比赛开始了。我们看一下第2回合，王玉虎。詹马祖尔也采取了进攻了，他知道第1局输掉了。实际马祖尔采取这种近身战术，这个王玉虎就不好打。他这贴身那种战术他不好打。对，但这个王玉虎可以用正蹬腿或者侧踹腿控制他的距离，特别是中国的侧踹腿，实际上一般外国选手不太容易搞。是的，在第1回合当中呢，王玉虎也是2到3次的侧踹腿。之所以到第2回合开始，这个王玉虎采用这种战术和打法，就是体能有些问题。这个很聪明，非常漂亮。只要拉开打中近的话，王玉虎是有优势的。对，就怕打这种近战，缠抱打近战他就毁了。对，因为他没练过戏法，他没有戏法，而且还不知道怎么防。对。我们看王玉虎，由于经验上的不足啊，导致他现在体能下滑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就是因为啊，在第1回合冲的实在是太猛了。反观这个慢热型的詹马祖尔，却是越打越有感觉，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慢热型选手。第1回合热身完毕之后啊，第2回合就是他发力的时间。不知道王玉虎能不能够顶住他这一回合，在体能上盯下来。他要用腿法控制距离，不要近身，所以还是要保持这个詹马祖尔距离。詹马祖尔这个时候啊，重拳慢慢的显露出来了效果。常裁判庞洪超告诫这个王玉虎不要再搂抱，你再搂抱就对不要扣你分了。这个我们所提到，在第1回合比赛里冲得太猛，体能下降。对，这个时候詹马祖尔呢已经是找回了自己的节奏。对于王玉虎来说，如果是跟詹马祖尔玩这样的节奏的话，对自己非常的不利。现在王玉虎非常奋力的进行还击。现在王玉虎只能靠他这个右手的后手之前了，因为没有任何招数。但是他后手之前打的就不如第1局有穿透力，人家距离有时候不高。这就是典型的体能下降一个征兆。看，自己腿都软了。好，这边双方第2回合比赛结束，王玉虎第2回合的表现啊，真是让我们感到担忧。并不是他实力不行，也不是说他招式不狠，只不过呀，他体能上真是有点跟不上了。好，我们注意看，右边拿了手机，正在指导他的人啊，正是散打王刘海龙。相信有了刘海龙的指导，在第3个回合，王玉虎的表现绝对不会错。我猜刘海龙应该是让王玉虎在第3个回合多使用腿法，毕竟腿法呀才是他的招牌啊！不要陷入陷阱，不要陷入和对方的一味拼拳的这种节奏。第3回合比赛开始了。
第3回合实际上对双方体能都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对王玉虎。是的，第3回合王玉虎的开场呢也是非常积极的。完全用侧带腿是一种，攻击对手不是。你看现在这个反而他这个这个还比他用这种方式是体能是下降挺大的。但是他的迎击拳还比较准，刚才王玉虎在迎击的时候打了2个迎击拳，他就靠这个右手的后手中拳的拳腿中，是吧？第一个体能好的原因，再一个他从第2回合已经慢慢的找回自己状态，到第3回合完全控制王玉虎。詹马主要是挑战自己的体能。是的，而且詹马柱尔呢，他非常善于体能。漂亮！观众朋友们，果不其然，王玉虎在刘海龙的指导之下，开始使用起了自己所擅长的腿法。其实啊，早就该这么踢了，在第1回合和第2回合拼拳是完全没用的啊，早踢我估计早就结束了。这绝对不能给你机会，一定要往后手重拳，右手后手重拳打进去，又是一轮的火拼双方拼拳，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一种场面。在场面占优情况下，突然王玉虎一个右高扫，做高扫一个上头，给对方打倒，卡子裁判给他扣2分，这个成绩就奠定他的胜利了。果然，王玉虎的腿法一出啊，这个老外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脚丫子踹到自己的脸上。这在第3个回合已经连续2次读秒了。按照比赛规则，如果再来一次，比赛即将结束了。就看王玉虎的腿法还会不会有所发挥。这比赛没悬念，这比赛就没悬念了，打得非常好。2次强读3分没了，对不对？尽管第2局肯定司法可能马祖尔赢了，但是第3回合2次强读3分，太神奇了！太神奇了！这实在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当人们都以为王玉虎已经没劲儿的时候，在第3个回合，这个腿法一出啊，浑身充满了力量。比赛结束了，这也是很神奇的一场翻身仗啊！在第2回合的王玉虎呢，体能下滑非常明显，主要是经验不足，因为这个小伙才22岁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比赛第2回合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刘海龙刘指导的几句话也是点破了王玉虎，让我们恭喜王玉虎，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下期视频再见。China Power， 一句 China Power 扬名世界，它是中国的综合格斗一哥，也是令人胆战心惊的重炮杀手。难以置信的身体素质，再加上一击必杀的致命重拳，让他在黑人和白人横行的国际拳坛成为一方霸主。他就是江湖人称吸血魔李景亮。1、2、3，中国力量！心狠手辣的作战方式，让他将一切挡在他面前的对手无情摧毁。他就是江湖人称黑拳之王的德国勇士大卫扎瓦达。2个狠人擂台首次相遇，看一看谁的铁拳能将对手征服。